好学猫。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年菜鸟进化论，我是中年少女 Zoe。今天的这期节目可以说是我做播客以来准备的最充分的一期，我整整准备了有1周的时间，甚至还梳理了一些文字稿。那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呢？是因为我自己淋过雨，所以很想给别人撑把伞。我在想，如果要做播客，我的内容能够帮助别人做一些什么？我想此时此刻最能够帮助大家的，就是我从一段很深的低谷期，靠自己爬了出来。也相信唯有自渡才是真度的力量。因此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把我如何走出低谷期的一些心得、一些感想作为干货来跟大家分享。也希望有同样困扰的朋友在这期节目当中能够有一些经验，有一些共鸣，甚至说哪怕获得一点点的能量，我都觉得这一期节目是值得的。其实人过中年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没有谁会一帆风顺，大家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低谷期，只不过是或早或晚罢了。有些人和我一样结束了一段婚姻，不能说是失败，它只是一段关系的终结。也有些朋友人过中年却要面临失业，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他面临了投资创业的失败，要从零再来。还有人面对自己亲人突然的离去，也突然间觉得自己的人生失衡了。不知道现在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在经历一段人生低谷期呢？那么你所经历的低谷期又是什么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一样，面对这样的低谷期是没有任何的防备心的，它来得太快太猛，可能让我们一时间无法接受。有些朋友会一蹶不振，但有些朋友却能够实现完美的自救，实现完美的蜕变。那么你是哪一种情况呢？是已经完成了凤凰盘涅，到达不一样的人生维度呢？还是依旧深陷其中不能自已？不过我希望通过这一期节目能够给你一些小小的力量，或者一些小小的共鸣。这期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走出低谷期，自救干货经验分享。其实做这一期节目，我有这样的一个初衷和由头，初衷就是刚才分享过的，我自己走出了低谷期，靠自己的力量，所以我有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小小的由头，或者说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在我的个人的微博里面呢，前几天收到了一位朋友的私信。这位朋友呢是让我很意外，他告诉我他已经关注了我10几年了。在我10几年前刚刚初入职场做电台节目的时候，他就非常喜欢我，关注我的微博一直到现在。那他虽然我在我的微博里面并没有说我的人生经历了什么，但是他说他感觉到了，所以他发了一长段的话在鼓励我，我感受到了非常强的能量。他在这段留言里面告诉我说，他关注我很久了，他看到我认真搞事业，结婚生子，又经历了人生的低谷，他非常希望能够鼓励我。他告诉我说，他认为我是一个很有能力影响别人的人，也是有能力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人，也影响到了他。他想要告诉我，我超棒的。说实话，收到这条信息一开始我很意外，但是看完之后我深受感动，因为我从未想过有一个人可以关注我这么长的时间，而在我意料之外的生活和体验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我感受到了来自他的力量。这位朋友，你很有能量，我感受到了，所以我也很想把我的能量传递给大家。如果通过我这期节目的分享，大家能够获得那么一点点的能量，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那么低谷期该如何自救呢？接下来切入正题，满满的干货，希望大家能够认真聆听。首先呢，如果你在经历一段低谷期，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你自己的情绪问题。很多人会出现情绪非常的低落，不知道如何与它相处，甚至也有很多的朋友出现了抑郁的情况。
在这里我的心得分享就是，一定要接纳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压抑它。因为经历低谷期就意味着我们的世界被打破，要被重塑了。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如果你毫无防备心的话，可能对于你的世界观、价值观，甚至与人相处都是一个摧毁性的打击。要一时半会儿把它重塑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我们的情绪问题。再强调一遍，一定要接纳它。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面对自己的不好的情绪是非常容易去抵抗的，会觉得自己很弱，自己很弱小。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是非常正常的。你的情绪在这个时候是根本不受控的，在遭受打击的时候会悲伤，会难过，甚至会焦虑，会烦躁，不受控，可能会出现一些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一些行为，它都是很正常的，要学会接纳它。当你崩溃，当你失控的时候，这不是因为你弱小，这是你的身体在抵抗，这是你的身体在求救。我们可能压抑不了它，也阻挡不了它，但是却有一些小的经验可以与它和平相处。记住一个原则，不伤害自己。第二，不伤害别人。我们可以找到属于各自的方式。比如说，拿我举例，每当我的情绪出现一个非常强烈的反扑的时候，我首先会提醒自己，它又来了，要调整呼吸，深呼吸，不要立刻去做出一个决断。然后呢，我会把自己往后推，像一个第三者一样去观察自己的坏情绪，甚至去观察自己脑袋里的那些自我否定。这个时候选择你舒服的方式，你可以选择一个人独处，找一个你觉得非常安全的地方，它可能是你的卧室，它也可能是你亲近大自然的地方，甚至是图书馆都可以。或者可能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如果你习惯与他人相处的话，你也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和朋友交流的环境里面，只要你舒服就可以，尊重自己内心的感受。情绪来回非常的正常，相信我，当你作为一个观察者观察他的时候，把他当做一个老朋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来得快，他去得也快。当然他下次还会来，但是你不怕，你知道该如何和他相处了。有时候我开玩笑的说，我的坏情绪就像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每次来的时候，我都会打一个招呼说，嘿，你又来了。好的，那你来了，里边坐吧。我看着你来，我看着你在想做些什么，但是我不去评判你，我也不去惯着你，我只是观察你。我看你来，看你走，然后过好自己的生活，迎接你下一次的到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和情绪相处的一个小经验。这里主要告诉大家的是，不好的情绪太正常，情绪反扑也太正常，要学着接纳它。这里呢，我还想给大家分享管理情绪反扑的13个实用步骤。这13个实用步骤，我是一直把它放在我的微信的收藏夹的里面的。每一次当我出现情绪反扑的问题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会把它打开，按照这个步骤来做。几乎每一次我都可以把自己安慰得很好。而这个步骤呢，是我看的一本书，叫做不原谅也没关系里面写到的，所以是非常专业的心理医生的建议，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那么管理情绪闪回的这13个实用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要告诉自己，我正在经历闪回。闪回它会把你带入到一种超越时间的心理感受，使你重新感受到那种无助、无望与危险。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提醒自己，你所经历的感受和体验，它只是过去的记忆，现在已经无法伤害你了。第二点是提醒自己，虽然感到害怕，但我身边没有危险，此时此刻我很安全。记住，你现在很安全，已经远离了过去的危险哦。第三，你需要并且有权利设定界限，提醒自己不必容纳他人的虐待，你可以自由地离开你感觉到危险的环境以及危险的人，并抗议不公平的一些行为。第四，就是要安慰你内在的小孩，
你的内在小孩需要知道你是无条件的爱着他的。当他感到失落和恐惧的时候，没有人去爱他的时候，你要告诉他，可以寻求你自己的安慰与保护。第5呢，就是要破除闪回无休无止的观念。你会在闪回中体验到当时经历的那种恐惧和遗弃感，会觉得它可能是永无宁日的，你根本想象不出一个安全的未来。但是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提醒自己，不要被你的思维骗了，因为闪回它总会过去的。第6呢，就是要提醒自己，现在已经拥有了成年人的身体，还拥有不像小孩子那个时候，可能你没有一些盟友，没有一些技能，没有一些资源，你现在都有了，你有能力保护自己。所以当你感觉到渺小，当你感觉到脆弱的时候，要提醒自己，我已经长大了，我是成人，我有这个能力。第7呢，就是要让自己慢慢缩回到身体里。你的恐惧可能会让你产生上头的忧虑、麻木，甚至放空的感觉。你需要温柔的重新的回到自己的身体，要引导自己柔软的、柔和的，让整个身体放松，让每一个肌肉群都放松。要调整自己的呼吸，让自己放慢速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舒缓自己。你甚至可以裹一个小毛毯，或者抱着儿时最有安全感的那个毛绒玩具，或者说是冲一个澡，小小的睡一会儿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你可以感受身体中的恐惧，但不要做出反应。恐惧只是你身体中的一种能量，如果你不逃避它，它就没有办法伤害你。第8呢，就是要抵制内在的批判者、极端化、灾难化的思维，要运用思维阻断来制止那个内在的批判者，要停止他无休无止的夸大危险和试图控制不可控事情的行为，也不要让他去羞辱你，或者是仇恨你，或者遗弃你自己。把这种自我攻击的愤怒转化为对不公平的自我批判，说不，说 no， 对你的思维说 no。那还有就是要运用思维替换和思维纠正的办法，要这个时候要正面鼓励自己，要记住自己的一系列的优点和成就，把它们来替换消极思维。我记得我当时就一直在脑子里重复这句话，我已经很棒了，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老牛了。所以一定要给自己这样正面的鼓励。第9点呢，就是要允许自我哀悼。闪回是释放过去被压抑的恐惧、伤害和遗弃的机会，请肯定并抚慰你内在的小孩曾经那些无助无望的感受。健康的哀悼可以把你的眼泪变成自我同情，把你的愤怒变成自我保护。第10就是要培养安全的关系，并寻求支持。你不要因为羞耻感孤立自己，它不是可耻的。如果你有亲密的对象的话，请寻求他的帮助；如果你有非常要好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寻求他们的支持，他们的倾听。第11呢，就是要学会识别触发闪回的诱因，要远离那些让你感觉到不安全的人、地方、活动，以及可能触发闪回的心理过程。如果诱因无法避免，可以通过练习这些闪回的步骤进行预防。第12点就是要弄清这种情绪闪回的根源。闪回是一次机会，可以让你发现、验证和治愈你过往遭受的那些不好的伤害。闪回也表明了你仍未充分满足自己的发展需求，并为自己提供动力来满足这些需求。第13呢，就是要对缓慢的康复过程有耐心。此时你需要时间来代谢你的肾上腺素，那可能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逐渐减少闪回的强度、持续时间和次数。真正的康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往往可能是前进2步又后退1步了，但都没有关系。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救赎幻想，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再次出现闪回而自责自己。那以上分享的这13点管理情绪闪回的步骤，是我从书中所了解到的，我也会把文字分享在我的播客里。如果大家觉得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复制下来，每当出现的时候，用这些步骤来提醒自己。那这些呢，都是书里面的内容，是经验的总结。那接下来呢，我也会分享一些我自己总结的切实的感触的经验。对我来讲，走出低谷期一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让我学会接受一切的发生，了解到
变化才是永恒的主题，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其实我们遭遇人生的低谷，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对于未来设想的太好了。但是你不要忘了，人生不是一个不断向上的过程，它更像是一个曲线，有高点就有低谷，有低谷也就意味着你会再向上。所以当你越想要抓住什么的时候，往往是抓不住的，因为万物皆有周期。所以要相信命运，如果你觉得它是你的低谷期，不妨换一种思路，这或许是宇宙在提醒你，在告诉你你所忽略的一种问题，反而是你需要成长的时刻，它是更加宝贵的东西，因为在这个时候反而是你人生更新迭代的过程，也是你自我觉醒的过程，这对于你来说是比一成不变更加宝贵的经验。所以这是老天爷送给你的礼物哦，千万不要自我否定自己。拿我自己举例，正是因为这段低谷期，让我被动开启了个人成长和大量的阅读。我现在可以用更加高维度的视野去看待自己一切的经历，所以走出了低谷，我可以拥有前所未有的平静，也决定开始面对最为真实的自己。我也有信心，面临下一次的低谷和打击的时候，我能够比以前有更加良好的心态去面对它。在这里，我也要分享，在我一开始进入低谷期的时候，我摘抄下来的一段话。这段话真的是给我了无穷的力量，我也把它送给大家。这段话是：珍惜你的低谷，你会看到很多真相。时间能渡的，都是愿意自渡的人。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低谷期的苦难就是为了积蓄力量，哪怕是裂缝里透出的光，也要牢牢抓住，然后生出向阳而生的勇气。请你务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万次，毫不犹豫地救自己于这世间水火。当时这段话是我一个好朋友分享给我的，我当时把它摘抄了下来，我把它送给低谷期的自己，我也告诉自己要拥有爱自己的能力，一切唯有自渡。在学会与自己的情绪和平共处，并学着接纳自己过后，我也开始了一个大量的自我成长和阅读。这个时候呢，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觉得你越缺什么，你越要去了解，越要去寻求帮助。这种帮助呢，可以是通过比你认知高的朋友的聊天，甚至如果你心理出现问题，最高效的方法就是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但对于我来讲，我当时低谷期恰好属于一个大家知道前几年的那个阶段，所以我没有办法找到心理医生，我更多的是寻求自救。我看了大量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并根据心理学的一些方法来帮助自己，来认知自己。我也开启了一些个人自我觉醒之路，然后读了很多认知觉醒的书籍，甚至是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些书籍，等等等等。这个时候你可以读任何你所感兴趣的书，我们的目的其实是非常强的。这个时候啊，好像有一些怎么讲，就是极度的目的性，就是我们的阅读是为我们走出低谷服务的。而且我非常意外的收获，就是经历这一段低谷期的阅读，让我现在培养了一个阅读的习惯。所以真的我觉得它又是一个礼物。自我的成长可以让你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和维度来看待自己，重新去理解自己的低谷期。就是当你的视野变得更高，或者是换一个角度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只有你看待它的角度不一样罢了。人生的所有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你经历的低谷也好，高峰也罢，它们本质没有区别。因为你人生在世，你不是能够一直感受到欢乐和欢快这些正面的东西的，正面和负面都是你人生的经历。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唯一要做的就是经历你的人生。想一想，可能你在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你已经看过你的人生剧本了，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它呢？一定有它的道理。这个时候我就要再三的提醒大家了，可能很多朋友会面临这样一个情况，我学会与情绪相处，我知道这些东西了啊，我也看了很多书，懂了很多理论了，但为什么还是这样？为什么我觉得还是没有走出低谷？为什么呢？我的人生还是如此？
要提醒你哦，不要对自己要求过高哦。我们也不是思维抵达了，我们的行为到了，这个事情就能够一蹴而就的完成了。不要忘了，中间有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因素存在，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不可能一下子好起来。明确这一点之后呢，不妨试着用笔做一些心情记录，你会发现啊，你的不好的情绪或者是自我的否定，它们的间隔时间会越来越长，这也是对自我的一个正面的鼓励和肯定，因为它以一个比较客观的第三方的视角来帮你记录。我自己当时是开了一个微博小号，每次感觉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在上面疯狂的输出，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个是我，所以我也无所顾忌，但也可能会有一些很陌生的朋友在上面给我一些鼓励，我从他们那里也是得到了一些能量。一方面我的积压的情绪得到了很好的舒缓，也不用担心周围人的眼光，而且我用我的经历告诉大家，通过这样的记录，我惊讶的发现我不好的状态，不好的反扑频率越来越低，可能一开始一天要发好几条，甚至几十条，后来变成几天发一条，后来一两周发一条，几周发一条，到最后我发现我几个月都没有发了，到现在我一条坏情绪在上面都没有出现过，甚至那一个号已经变成了我的追星号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一定要自己认识到，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我现在是处于一个怎么样的环境。而且还有一点，如果你感到疲惫的时候，你感觉到实在是精疲力尽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身体，要把自己的情绪，要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感受放在首位。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要心安理得的休息。身体或者心理报警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处理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这个时候要学会自处，要学会静下来，要学会让我们把自己的这些不好的情绪，或者说一些不好的状态让它过去，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刚才告诉大家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自渡出低谷，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也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在适当的时候也要学会主动去链接。如果大家遇到问题，像刚才说的如果是心理问题，首先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医生的帮助，就是大家可以多找几个医生，多听一听不同的意见，找那个你最舒服的人去跟他聊。如果说可能因为找心理医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负担起这一部分的费用的，对不对？我觉得也可以找一个你身边你自己觉得他的认知比较高的朋友跟他聊，甚至说我们退而求其次，找一个愿意去听你讲话的朋友聊。其实有时候就是我复盘自己，在那个阶段我找了很多很多朋友聊，发泄情绪崩溃，我现在也特别感谢他们接纳我那么多的不好的情绪。有时候觉得人家就是我的一个情绪垃圾桶，然后一打1-2个小时的电话，不厌其烦的安慰我，听我，给我建议。但是其实我现在觉得我最大的感激不是他们给了我怎样的建议，而是我在那个时候有人听我去说，有人去听我内心的声音。在你身处低谷期的时候，你的那个内心的灵魂被看见，它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建议，恰恰就是有人知道，被人感受到，以及有那么一点点的共鸣，你就会觉得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疗愈。所以要自己的内心被听见，而不是去压抑。你也要相信自己的真诚会换真心。因为我的这段低谷期反而让我结交了好几个现在都可以完全没有任何防备心互聊彼此的交心的知己。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份小小的收获吧。这个时候到现在我们也会经常互帮互助彼此特别烦的时候，烦躁的时候就打一个电话，对方会说这会儿我有点忙，我稍后会回你，但一定会回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可靠的知己，他也会成为我人生今后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最好的需要不是建议，被听到本身就是疗愈。我们除了寻求他人的帮助，我们还可以寻求大自然的帮助
和宇宙的帮助。最近不是说很火的一个内容，就是公园的20分钟效应啊！我惊讶的发现，其实在我低谷期的那段时间，我虽然不知道这样一个概念啊，但我确实最经常去的地方就是公园，就是大自然。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所有的生命都是从最原始的、最自然的这个环境走出来的，所以当你困惑的时候，你回到这样的一种自然的环境，看一看绿色的植物，感受一下清新的空气，你是可以得到一个最根本、最彻底的疗愈的。我记得我当时经常会跑到公园里看草、看花、看树，你知道看着看着我会陷入到一种怎样的状态吗？我会发现，哇，每个生命都好美哦，都好独特哦。他们都是如此的不一样，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的顽强，他们每一个都是这么的美好。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不是在追求什么意义感哦，他们本身存在就很美好哦。那我呢？那我在追求什么呢？其实或许我也不用那么用力的去追求一些什么，我本身存在就是很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也很建议大家经常去爬爬山，去公园里走一走，甚至在大自然里面冥想一会儿，你都能够感受到被治愈、被疗愈的感觉。对了，除了走进大自然，我在那段时间还非常喜欢一个东西，就是夜晚跑去看星星。很难想象吧，一个女生2半夜的跑到一个乌漆嘛黑的地方，对着天空啊！这里一定要说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找安全的地方。我当时找的就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公园，它刚好有一个大的观景平台，然后夜幕降临的时候，周围都是有保安，也是有监控的，是非常非常安全的。然后我自己呢，就会从落日时分一直到晚上，先看那个太阳慢慢的落下去，我第一次直观的体验，我的眼睛竟然可以直视它，而且直接的感受到，哦，太阳真的是一个球体，它不是我印象当中眼睛直接看到的那个平面，它是一个球体。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星星一颗一颗一颗亮在我眼前的时候，哇，我觉得我自己好渺小，好渺小哦。这个时候觉得，哦，经历的所有的这些又算什么呢？我们都不过是宇宙当中的星辰罢了。虽然我们很渺小，但是也充满了感恩，因为是宇宙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生命，因为这样的一个意外，让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资本去经历属于我们的人生，所以经历本身就是很宝贵的了。不要再计较什么低谷和高峰，你能够有这样的一段人生体验，那真的是再宝贵不过的事情。所以相信我，大自然可以疗愈你，宇宙也可以疗愈你。大自然让你知道，哦，你是从这里来的，你感受到的是一份纯粹、一份本真的疗愈。而宇宙呢，它是会让你感受到一种孤独、空寂，但却豁然一切的疗愈。我每次看着星星，我都会觉得，哦，原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注定要孤独一生走完所有的旅程的。当然在我们的旅途当中，会有一个又一个人的出现，陪我们走一段又一段的旅程，但是没有人会陪我们走完全程。我们唯一能够陪自己走完一生的人，只有我们自己。这个时候，你可以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孤独，也能够明白，所有的事情其实都得靠自己去处理，而你也有这个能力，因为你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对了，因为对于星空的向往，对于宇宙的好奇，我也看了很多宇宙方面的书，这个时候也能够让我更加豁达的去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不再纠结于过去和未来，我更加相信臣服一切的力量，我相信臣服命运的力量，我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是宇宙的赐予，宇宙要教我东西了，所以给了我低谷。宇宙让我在这个低谷期，通过自我人生课题的不断的完善和解决，才会奖励我接下来可能面临的一些获得和喜悦。所以我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个这样的心态，就是所有一切的事情我都不会把它想好，我甚至会把最坏的打算想到。这个时候呢，
当你有一点点的收获，那都是赚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一个良好的心态可以抵御一切。我们要以更加开阔的方式去面对我们的世界，我们要以当下的角度来解决我们的焦虑和抑郁，我们要让自己的内核更加平稳一些。当然，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需要刻意练习的，给自己时间，还是那句话，慢慢来哟。所以最后我要分享的一个经验就是，时常要提醒自己，完成比完美重要。有时候反思，我们能够遭遇这么大的一个打击，是不是因为我们对自己要求过高了呢？可能往往很害怕失衡，很希望自己成功，很希望自己什么都做得很好，很希望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事业，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家人都能够一直陪伴自己，但那是不可能的。你要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不完美。所以当你想要完美的时候，要提醒自己，不完美才是真相。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低谷期也不是说会迎来一个绝地的反击，就经历了低谷马上就要越来越好了，就要一帆风顺了我的人生就要开挂了，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人生会是一步一步经历低谷，然后螺旋缓慢上升的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难免会经历很多失败和挫折，但恰恰因为我们经历了低谷，我们才不害怕面对失败，我们才有能力去应对它，用一个好的心态去应对它，通过自我成长的知识和能力和认知去应对它。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你再回过头来看，所有的这一切低谷期都真真正正的成为了你最为宝贵的财富。那么经过了以上的这几个阶段，恭喜你和我一样来到了自我觉醒的时刻。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看待事物会有不同的维度，而且更加的多面了。你也能够理解人性并非是小时候认为的非好即坏，非此即彼，而更多的可能是灰色的地带。你会接纳一切，你会理解一切，同时你也可能会拥有强者思维，你不再去纠结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再为那些内耗的事情太过于影响到你的情绪，在上面花费太多的时间。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你会形成一个刻意练习之后的惯性思维，从之前遇到事情只是看到那些不好的一面，转变成遇到事情都会努力去看到它好的一面，哪怕实在没有好的一面，你都会看到通过这件事情我学到了什么。任何的经历都可以总结成你的实战经验，去学习，去总结它，从而让自己变得内核更加的强大。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个更加开阔的心态，面对一切的发生，你会发现自己升维了，你会发现觉醒了，你会发现面对一切你更加坦然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我顺利度过低谷期的干货经验，有一些自我的感受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中选取你自己觉得受用的点，可能它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但哪怕有一个点你觉得有用，请相信我，试着去做，你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希望这期节目能够帮助到播客前的你，我们互相取暖，我们一直在路上。其实我觉得人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旅程，每一站都有它的意义，所以我们以一个游戏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所有的发生你都把它当作是需要一个付费付门票的。如果失败了，那是因为你玩了，你感受了，那失败了就要认输，就要认栽，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随时从头再来。也希望通过我自己这一切的分享，能够让我们人过中年，在自我成长的道路上，自我觉醒的道路上，互相有一个伴儿，互相有一个陪伴，
互相能够分享给彼此能量。我是中年少女 Zoe，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能够留守在我的播客。最后想要分享给大家这样的一句话：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的人生会是一帆风顺的，但是要相信我们拥有面对一切、解决一切的能力，那就加油吧。好学猫